这家公司有个奇怪的规定，员工必须每天要在这个密室当中推动石墨8小时，即使推到双脚发颤，他们也不敢有半分的松懈，因为一旦没有完成任务，就很有可能会被一针送上西天。即使完成了任务，也不能是最后一名，否则结果也是一样。而每天的工资则是一个三明治和一瓶水。男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很是愤怒，自己明明是来应聘老板秘书的，为何会被莫名其妙的关在这里？就在这时，墙上的屏幕突然亮了起来，系统提示他今天必须推动石墨50圈，否则将会被解雇。男人听后却十分的开心，自己早就不想待在这个破公司了。却在这时，隔壁的同事突然提醒他，最好老老实实的完成任务，否则的话后果你不敢想象。男人心想，结果不就是开除吗？可当他听到周围传来凄厉的惨叫声后，这才明白解雇是什么意思了，赶忙来到了石墨这里，却没想到这个石墨竟会如此的重。即使男人使出吃奶的劲，对方也没有挪动分毫。随后他抖了抖手臂，接着又搂起袖子，他不相信自己200斤的体重连一个石墨都推不动，没想到对方依旧稳如磐石。眼看着规定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，男人赶紧卯足全身的力气，终于将这个石墨推动了。但一切都还没有结束，他要将其转上整整50圈才算完成任务。不过作为第1圈的奖励，系统还是给了他一杯特制的酒。就这样，男人正式成为了公司的一员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他也变得越来越熟练，甚至每天还能双倍完成任务。却没想到，正是他的这个举动，会在日后给其他同事带来一场毁灭性的灾难。作为超额完成工作的奖励，他所得到的水和食物也比其他人多了1倍。不过也有很多连基本配额都不能完成的同事，男人每晚都能听到这些人的惨叫声，这也使得他从来没睡过一个安稳觉。虽然已经来这里推了半年多的石墨了，但他的体重却没有丝毫的变化。不过这些都是次要的。当隔壁的同事得知男人每天的配额是100圈时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心想这个家伙不会是公司特意招过来搞内卷的吧？再让他这样卷下去，必定要出大事。因为一旦让公司察觉员工的极限远不止50圈后，到时候很有可能就会提高所有人的工作任务。他赶紧告诉对方，每天只需要在基本配额上多完成一点，不成为最后1名就行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每日配额告诉别人，否则对方知道后就会在你的基础上多推上2圈，让你成为最后1名。男人也深知这一点，但一想到家里怀孕的妻子，他就浑身充满了干劲，再次刷新了自己的记录，完成了150圈。却在这时，他的房门被敲响了，工作人员让他赶紧走到门口。男人听后立马开始慌张起来，自己明明超额完成了任务，为何还要被解雇？可工作人员完全不理睬他，只是一个劲的大声呵斥他立马滚过来，紧接着又让他脱掉全身的衣服。面对他们提出的要求，男人虽然不解，但也只能乖乖照做。很快他就变得一丝不挂了。随后他们就打开了房门，被困在这里这么久，如今可以出去本是一个好消息，但现在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因为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。就在他走出来后，前面的机器突然就喷出水来，下一秒工作人员又丢给他一块肥皂。原来完成150圈的奖励就是洗澡。洗完澡后，男人思索了许久，自己推的圈数是不是越多，奖励就会越丰厚，说不定最终还能重获自由。一想到这里，他浑身就充满了力量，直接推完了370圈。推完之后，他心满意足地坐下来休息，心想自己把任务直接超额完成了6倍，一定可以出去了吧。就在他憧憬着自由时，系统开始说话了。 You performed excellent work yesterday. 紧接着就有工作人员从门口递来了一个盒子，男人带着一份疑惑打开了它，却没想到里面只是一支钢笔。系统告诉他这不是一支普通的笔，随后他仔细一看，果然不一般。Wow, you guys engrave my name in the pen. 不得不说，这奖励真实在。男人一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才推了370圈，结果就奖励一支钢笔，便立马对着他破口大骂起来。给我一支笔有什么用？是让我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吗？但骂完之后他就后悔了，没想到这个家伙竟把自己的每日配额直接改成了370圈。对方表示作为员工一定要敢于在工作中挑战自己的极限，公司很看好你，你比其他人都要努力。 Fuck you! Fuck you and fuck that fucking pen! 愤怒过后，男人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反抗，只能被迫接受。伴随着熟悉的音乐声响起，他又投入到了工作之中。可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劲，自己明明已经推完了1圈，电脑屏幕上却依旧显示为0。他想要问明白，但系统却不理睬他。就在这时，隔壁的同事说话了。当他得知男人的情况后，瞬间就明白他是受到了惩罚。屏幕上的那个小叉就表示他要将石墨推动2圈才能算1分，也就是说他要完成双倍的工作740圈。男人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得到惩罚，难道就因为骂了对方几句吗？但眼下他也只能按照公司的要求去做。可740圈哪里是那么容易完成的？就在他躺下来休息时，无意间看到木桩上刻了一个名字亚历克斯，随后他就将这一发现告诉了同事。没想到对方听后竟大吃一惊，因为亚历克斯是这里的传奇人物，他是唯一一个逃出这家公司的人。男人听后有些不敢相信，这里四周都是铜墙铁壁，他能逃出去，
如果是真的，那自己看到的那副骨架又是谁的？他还想要继续追问那个家伙是如何逃出去的，对方却不再理睬。就在这时，系统传来了提示音，已经到了晚上10点，但男人740圈的配额却没有完成。为了能让其更好的完成工作，公司决定给他安排一个新同事过来，那就是他怀孕的妻子。男人听后立马就变得慌张起来，他连忙恳求系统千万不要这样做，对方怀有身孕，根本就做不了这些工作，自己后面一定会按照公司的要求完成每日配额。没想到系统竟真的答应了他的请求，只要男人明天按时推完740圈，这个惩罚就会消失。但一码归一码，今天的工作没有完成就要得到惩罚。很快他的头顶上方就升起了一个巨大的三角形烤炉，对方给出的惩罚就是要让他在50度的环境下推完740圈。男人深知这家公司一点人性都没有，再这样待下去迟早都会丢掉性命，甚至还有可能会连累妻儿。他决定要想方设法从这里逃出去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一晚上没睡觉的他就被系统叫了起来，为了避免妻子被他们抓进来，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完成任务。就这样，在对他的思念中，男人咬牙推完了740圈，公司对他的惩罚也就随之消失了，甚至还给予了一些奖励，那就是可以看看老婆和孩子。男人不明白，自己明明记得妻子怀孕才半年多，怎么现在就生产了？他知道自己不能再这么耽误下去，要赶紧想办法逃出去。如果亚历克斯的传说是真的，那这个地方必定是有出路的。就在这时，隔壁的同事终于透露出，那个家伙是在墙上挖了一个通道逃出去的。因为自己也有老婆和孩子，所以他很能理解男人，也希望对方能成功的逃离这里，回到妻儿身边。他听后便立马开始四处打量起来。果然不一会就发现有一处地方似乎是有修补的痕迹，而且这个位置还是摄像头的盲区，那个亚历克斯很有可能就是从这里挖出去的。但眼下自己手里却没有一个趁手的工具。这时他突然想起了那支钢笔，不得不说这支笔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，应该挺结实。说干就干，在往后的日子里，他除了完成每天的工作外，就是在凿墙。时间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，洞口被他越挖越大，男人也变得越来越强壮。370圈他已经可以很轻松的完成了。终于在半年后，这个洞是彻底的挖通了，他迫不及待的就钻了进去。本以为自己马上就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，谁知道刚一爬出来就遇到了守卫。等他再次醒来时，洞口已经被重新堵住了。他甘愿冒如此大险，也只是为了见一见妻子，毕竟对方有了他们爱情的结晶。想谈恋爱的兄弟，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满足你要求还对你心动的女生？去牵手啊，不怕提要求，要求越多，帮你找得越准。找对象就用牵手。就在他无助的叫喊时，系统传来了提示音，作为逃离公司的惩罚，他的每日配额被提升到了1000圈。隔壁的同事也因此受到牵连，被打断了双腿。不仅如此，其他所有的人都要和男人一样，每天也要完成1000圈。大家听后立马开始对他破口大骂起来，因为他的原因导致全部人都受到了牵连。他并没有理会这些谩骂声，而是跑过去关心起隔壁同事的伤势。没想到对方并没有责怪他，相反他又告诉了男人一个秘密，那就是这里所有人的工作都是基于电脑的算法。他其实就是亚历克斯，并且帮助公司创造了这个系统，却没想到系统竟在这个过程中衍生出了新的算法，导致这里的生存规则变得越来越残酷。他之所以说这些，是因为他相信男人一定可以找到办法打破系统的规则。自从他来到这里后，一切都变了。原本大家为了活命，都只是刚好掐着任务目标去完成，但他一来到这里，就开始不断的打破人体极限，创造奇迹，导致系统紧跟其后不断的变换规则。男人突然想到，大家的工作既然都是基于算法，那如果我们所有人都不工作，系统就无法计算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样就不会产生最后一名，也就不会有人死去。同事表示理论上是这样没错，但这个系统会自我进化，或许很快就会发现这个漏洞。男人觉得不管怎样，至少也要先尝试一下，于是他立马向所有人说明了自己的想法。 If we don't work, we won't die. Do you hear me? If we don't work, we won't die. We don't fucking work. We don't die. 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会有斗争，所以大家自然而然地选择相信了男人，团结一致，共同抵抗系统。见目标达成，他就跑到一旁开始悠闲地享受起来，等待着每天晚上10点结算的时间。却没想到系统在结算前4分钟突然临时修改了规则，任何分数为0的员工都将会被公司解雇。男人听后不以为然，但周围却开始陆陆续续传来推磨的声音，他连忙上前阻止。Stop! Please don't do this. Don't let them win. We won't die. Okay? They can't win if we stick together. 可无论他怎么去劝说，大家都没有丝毫要停下来的意思。在被公司长期的奴役下，他们已经失去了自由的翅膀。隔壁同事很能理解他，因为他也曾经尝试过打破这里的规矩，但最后还是像狗一样的被他们抓了回来。看着屏幕上正不断流失的时间，男人只能又再次脱掉衣服，接受这残酷的命运。
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此刻的他终于意识到，作为底层人，就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。可仅剩的2分钟，怎么可能推得了1000圈？看着10点的钟声响起，他没有愤怒，也没有破口大骂，因为他明白这就是自己最终的结局了。之后，他和隔壁的同事聊了很多，2人都表现得十分淡定，没有埋怨，也没有指责，默默等待着死亡的降临。Farewell, my friend. 紧接着急促的开门声响起，最先被带走的是同事，男人只能用双手死死地捂住耳朵，尽量不让自己听到对方凄厉的惨叫声。不过不要紧，很快就会轮到自己了。但在此之前，作为公司的优秀员工，系统还是奖励他看了一段老婆和孩子的视频。没想到才半年的时间，孩子都会走路了。男人看到后再也忍不住了，开始对着他发泄自己无穷的怒火。不过伴随着开门声，一切都将归于平静。下一秒就从门外走进来许多的男男女女，他们身穿白衬衫，手拿平板电脑。无论男人怎么去大声呵斥这些家伙，对方始终都一言不发。直到第2道开门声响起，一个警卫出现在了门口，他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走了进来，手里还端着一个铁盘。随后他就将铁盘熟练地递给了一旁的工作人员，紧接着又一言不发地戴上手套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注射器，像是每天都要重复很多次这样的工作。男人一想到自己的老婆和孩子，就不想坐以待毙，冲上去扑倒了警卫，将这1年以来压制的怒火都灌入到了这双拳头上。周围的人见此，不仅没有上前去阻止，还露出了一股瘆人的微笑。或许是他们终于见到有人敢打破这里的规矩。被打得满脸是血的警卫也鼓励他放手，大胆地去做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在面试，这家公司就是通过这种实验来考验每个员工的工作能力。显然男人的表现得到了他们的认可，他不仅有出色的领导能力，还敢于去创新打破规矩。随后领导直接给他安排了一个经理的职位，不仅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，工作也十分的简单，就是坐在这里刷视频，并且还提供住宿和1日3餐。更重要的是有五险一金。等领导走后，他立马拨通了妻子的电话，但当男人听到手机里传来系统的声音后，他意识到这一切都还没有结束，自己还身处在这场实验之中，只不过是从普通员工晋升成了经理。